谈及历朝开国皇帝的创业之路，朱元璋的难度无疑是地狱级的。他出身很差，他做过和尚要过饭，25岁之前他甚至连一个正经的名字都没有。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能够主导英雄云出的元末乱世，并迅速崛起，一统江南，建立政权。朱元璋的创业故事远比开局一个碗要精彩纷呈。臣朱元璋叩告天穹、日月山川，以及历代皇祖之灵性。在故事正式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对元末局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看清元朝末期面临的社会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朱元璋所生活的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首先，元朝末期有严重的水患问题。我们将时间拨回到1128年，时任南宋东京留守杜充因不敢与金军开战，下令挖开黄河，致使黄河改道夺淮入海。此次改道之后，黄河几乎每过几年就会泛滥。到了元代，受制于国力，河患问题始终未被重视。公元1344年正月，黄河决口，导致吉县、魏县及章丘河段全线崩溃。同年5月，又由于持续的强降雨，水位超限，漫出河道，导致黄河沿岸多地被淹。此时黄河的水患已经严重威胁元朝的漕运以及盐政，河患治理迫在眉睫。可直到1351年黄河再次决口，中央才被迫任命贾鲁全面负责河道治理。贾鲁提出了疏塞并举的方法，试图恢复黄河故道。可从结果看，虽然最后工程完工，但效果实在一般。一是元朝政府上下贪腐成风，实际能够投入行动中的人力及财力支出不能保证；二是贾鲁所制定的思路也完全脱离实际。黄河含沙量大，多年改道，地势高低已经发生变化，贾鲁的方法就算成功，也只能解燃眉之急，不能永绝后患。所以就在工程竣工的2年后，黄河再次决口，直到元朝彻底灭亡，水患也没有解决。频发的水患严重影响元朝百姓的生活，同时也给元朝本就满目疮痍的财政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1348年，由于水患导致盐运受阻，浙东盐商方国珍率兵造反，集结数千人在沿海劫掠。方国珍的起义可以看成是明末农民起义的起点，而为了镇压起义、整理河道、恢复财政，1349年闰7月，脱脱被重新启用为中书左丞相，次年转任右丞相。脱脱作为元代末期杰出的政治家，主修宋史，历史评价极高，但其复出之后推行的改革却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元朝的灭亡。首先，元朝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自上而下采用严格的等级制度，1等蒙古人，2等色目人，3等北方汉人，4等南人。这种制度虽未被明文规定，但在现实生活中，1、2等人是可以随意打骂3、4等人的。而表面的民族矛盾实际上是严重的阶级矛盾，上层贵族与大地主毫无节制地压榨底层人民。但脱脱赴任之后并没有进行制度改革，而是着手于振兴经济，其核心思想为发行新的货币，以新抵旧。明面上是增加中央收入，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是却抵挡不过由于超发货币带来严重的通胀问题。此种模式下的经济改革只会使得占据了庞大社会资源的富人继续掠夺底层百姓的资产。在元朝这种将人分等的社会模式下，只能加剧底层民众的不满。所以在民间有一首民歌广为流传，名字叫做《醉太平》。堂堂大元，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超祸根源，惹红金万千，官法滥，刑法重，离民怨，人吃人，超买超，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哀哉可怜。但超发货币确实已是元朝在国库空虚下的无可奈何，可在灾难频发的历史时期，只会破坏原本就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将矛盾尖锐化，使得原本松散的百姓会自发地组织起来去反抗政府。脱脱可能是一个好的理论家，但却不是实干家，所以我更希望用感性一点的话来总结。此时大元蒙古帝国作为一个大一统王朝，气数已尽。1351年5月，就在中央刚刚下达治理河道、征15万劳工的同时，白莲教众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此时白莲教以天下乱、
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为号令，在各地引起了广泛响应。同时更有民谣传出，莫道10人一只眼，搅动黄河天下反。借此机会，韩刘等人在河道埋下一个独眼石人，备刻10人一只眼，搅动黄河天下反，民心更加动荡。5月初1，韩山童自称为宋徽宗8世玄孙，并与刘福通在颍州颍上县会合教众3000余人，起兵反袁。但因为部队多由底层百姓组成，没有什么战斗力，立即被当地政府镇压。韩山童被杀，刘福通侥幸突出重围。此后刘福通汲取教训，重新集结教众，很快攻克颍州，得以站稳脚跟。因起义军以红巾为号，所以被称为红巾军。同年8月，白莲教众徐寿辉与吴普胜、彭英玉等人在齐州起兵，迅速建立政权。徐寿辉称帝，国号天完。元末的红巾军起义就此爆发，主要以安徽刘福通、湖北徐寿辉为主，也有其余势力，比如占据徐州的芝麻礼部，占据南阳的王权部等。讲到这里，元末的天下大势已经足够清晰，底层百姓在常年的压迫中起兵反对政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主人公也终于要出场了。朱重八，亳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人，家族里排行老八，故名朱重八。他们家是佃户，就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靠租借地主的地维持生活。而在他17岁那年，饥荒席卷了当地，父母去世，家族中只剩下他的二哥与大嫂，还有他的侄子。而且由于他们是佃户，朱重八没有土地安葬已故的双亲。明史记载，鬓无光果，背体恶长，俯眼3尺，电河小江。好在最后邻居刘继祖借给了他们一块坟地，安葬了父母。朱重八与哥哥嫂子各奔东西，自谋生路。可在这堂堂的大元朝，哪里又是他的家呢？走投无路的朱重八来到了黄觉寺。此时他仅有17岁，血气方刚的年龄，却选择剃度为僧。他并没有看破红尘，活下去是他唯一的想法。朱重八就这样成为了黄觉寺的行仆。他的工作就是每日打杂，干最脏最累的活，但是能在饥荒年代有口饭吃，这对于他来说就足够了。可黄觉寺的日子也不好过，仅仅过了50多天，由于饥荒严重，寺庙的香火也没法维持，和尚们一样没饭吃。寺中住持只能让这些和尚外出化缘，换句话说就是要饭。就这样，朱重八开始了他的乞丐人生。在要饭的道路上，他从亳州到合肥，走遍了淮西名郡，而后进入河南。这段乞讨生涯可以说改变了他的人生。他的父母死了，他的家没了，他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而为了生存，他受尽冷眼，因为每一次乞讨，每一次敲开陌生人的家门，都是对他仅存尊严的践踏。可朱重八并没有放弃，他走在名山大川里，中山阳谷房玩家，地势台前游波花，游戏但闻狮子吼，比丘深衣锦袈裟。陪伴他的只有一个陶钵，一身袈裟。他见到了万亩良田淹于滔滔洪水，也见到了无数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那些上位者们依然过着神仙般的日子。朱重八还活着，困难并没有将他击倒，反而将他打磨成了一个坚韧无比的战士。3年时光过去，年景稍微变好，朱重八又回到了黄觉寺，又开始在寺庙里打杂。此时他不再只是为了生存，闲暇时间便翻看寺中的书籍，用知识武装自己。时间又过了3年，来到公元1352年，此时各路红巾军纷纷起义，战火也迅速烧至黄觉寺所在的凤阳。打了败仗的元军开始在朱重八的老家屠戮百姓，用百姓人头冒充起义军首级。而对于朱重八来说，眼下战事纷起，到处都是逃荒的人，他也受够了苟且偷生的日子。他只剩下2条路，要么参加元军，要么参加起义军。可他拿不定主意，他不知道这些以农民为首的义军能不能够掀翻朝廷。就在他辗转反侧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信，是他童年好友汤和写给他的。信中写道，汤和已经参加了郭子兴的队伍，他邀请朱重八也来参加起义军。朱重八没有做选择，他将信烧掉了。因为作为一个经过重重困难才能勉强保住性命的人，朱重八不敢轻易做选择。他不知道这条路是荣华富贵还是万丈深渊。
而就在此时，黄觉寺却被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而他收到信的事儿也被旁人知道了，准备去衙门告发他。再一次走投无路。8年前朱元璋失去双亲，来到黄觉寺，后来乞讨3年，勉强活到今天。他本想在这乱世能够有个安身立命之所，可如今世风日下，正所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25年的人生，他恨透了这个将人分等级的朝代。朱重八终于迈出了这一步，他去投奔了郭子兴的队伍。在主要是农民组成的军营里，朱重八的经历比大多数人强得多。明史写道：子兴其其壮貌，留为亲兵，战则胜，遂妻以所辅马宫女，即高皇后也。朱重八在军队中娶了老婆，成为了郭子兴的亲兵，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于是他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朱元璋。所谓璋是一种行事半规的语气，他要以自己为鉴，掀翻元朝的统治。时间过了2年，朱元璋在军中不断成长，招募部队，攻城拔寨，他已经成为了郭子兴的左右手。而在当时亳州红巾军中，总共有5名元帅，除了郭子兴外，还有孙德雅等4人。郭子兴是地主出身，而其他4人都是农民。阶级身份的不同，导致亳州红巾军内部不断产生矛盾。1353年9月，徐州红巾军支曼礼部被元军打败，剩余残部在彭大等人的带领下撤入亳州。郭子兴逐渐被孙德雅、彭大排挤，而作为亲信的朱元璋深感郭子兴性格软弱，难堪大业，于是他做了他从军之后的第一个重要决定，脱离郭子兴，单独发展。他将所部700官兵全部交给郭子兴，只留下亲信24人，而这些人就是日后的淮西24功臣。带领着这些兄弟们，朱元璋将目标放在了定远。在定远，朱元璋立刻拉起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随后用计降服驴牌寨民兵，将部队扩充至4000多人。积攒力量之后，朱元璋以夜袭的战略打败了驻扎在横剑山的元军，将部队扩充至2万余人。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队伍已经逐渐壮大，而朱元璋没有停下脚步，他准备继续南下攻打滁州。就在此时，朱元璋遇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此人便是明朝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李善长自幼熟读古籍，在主要以农民为主的义军里，朱元璋很需要这样的人。在一次谈话中，朱元璋这样问到李善长：四方战斗何时定乎？李善长则答道：汉高起步一，豁达大度，识人善任，不是杀人，5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稳，天下土崩瓦解，公好产，俱配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李善长以汉代刘邦为例，明示朱元璋，如今天下已经不是圆的了，学习刘邦的豁达，识人善任，就能成就伟业。而且你老家是亳州的，距离沛县并不远，你朱元璋就是那个天选之人。这番话立即受到朱元璋的赏识，朱元璋也下定攻打滁州的决心，于是留下李善长做了幕府书记，共创大业。1354年7月，滁州被朱元璋攻克，随后其姐夫李真带着外甥李文忠与侄子朱文正前来投靠，朱元璋这才知道，现在这几个人是他仅存的亲人了。而就在朱元璋刚刚拿下滁州，准备再下一城的时候，郭子兴来了。郭子兴因为受到排挤，被迫进入滁州，而朱元璋在见到他的岳父大人之后，立即将他的职位给了郭子兴，并将其掌握的3万多人部队的指挥权也交给了郭子兴。这是朱元璋在报答知遇之恩。毕竟如果没有郭子兴，朱元璋现在还只是乞丐朱重八。可由于郭子兴也带来了不少部队，导致滁州粮草供给不足，于是朱元璋率领所部于1355年正月打下河州，并在此地驻扎。同年3月，郭子兴去世，朱元璋收编所部，势力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最先起义的刘福通拥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而称帝，国号为宋，是为韩宋政权。他封郭子兴为元帅，郭子兴死后，元帅由他的儿子郭天旭继承。郭子兴内弟张天佑被封右副元帅，朱元璋则为左副元帅。已经整合了郭子兴部队的朱元璋显然不想接受这个封号，他说道：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也？
可考虑到韩宋政权起兵最早，且目前势头强盛，可以作为倚仗，朱元璋最终接受了任命，以韩宋年号统领军中。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拥有了一支素质很高且人才济济的队伍。他起初留下的徐达、汤和、耿炳文、唐圣宗、周德兴等24人，几乎个个勇猛无比。攻克滁州之前，又招纳了李善长。因此在我看来，朱元璋虽然早年命运多舛，可在从军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之内，他已经表现出了同时期的其他将领们所不具备的领袖气质。首先就是大局观，他虽为一个乞丐出身，却能够在英雄云出的元末迅速崛起并站稳脚跟。最大的因素就是他有独到的战略眼光，能够看清并分析各方局势，在郭子兴示弱时果断撤出，独立发展；而在韩宋政权强盛的时候，经过简单思考，虚伪仪接受任命。第二就是朱元璋有着出众的识人善任的本领，其麾下猛将能人实在太多。虽然目前大多是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但在后面的故事中，经过时间的检验，这些人的能力毋庸置疑。1355年，朱元璋在占领河州之后，一方面考虑到此地过小，无法满足军队供给，另一方面此时河州外围援军盘踞，已不可久居，所以为了转危为安，谋求进一步发展，经过讨论，他将他的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吉庆。吉庆就是六朝古都南京，这里粮草充沛，相对富裕。吉庆毕竟是军事重镇，而且是大运河中心，攻打吉庆并非易事。于是他制定了先行渡江，夺取采石，再攻太平，而后攻打吉庆的方略。但眼下还有一个问题迫在眉睫，朱元璋是没有船的，他只有陆军。就在他为渡江发愁的时候，巢湖方向的廖永忠、廖永安兄弟久闻朱元璋大名，带着1000余艘战船前来投靠朱元璋。于是1355年7月，朱元璋率领所部从河州出发，东渡长江，到达对岸采石，缴获大量粮食。而这些将士们看到粮食之后起了异心，想要把粮食带回河州，毕竟是苦了大半辈子的农民。此时朱元璋说道：渡江幸捷，若舍而归，江东非吾有也。一众将士看到了朱元璋的决心，他们一鼓作气又拿下了太平。然而太平的局势却并不太平，此时朱元璋四面都是援军，并且已有数万援军集结准备攻城。于是朱元璋派出徐达、邓愈、汤和正面迎敌，又秘密另派一支部队绕后包抄援军，致使援军腹背受敌。朱元璋此役生擒援军主将陈挑先，其部归降。短暂休整之后，朱元璋开始向着吉庆进发，但由于先前俘虏的陈挑先反叛，加上小看了南京的城防，导致朱元璋所部8月、9月先后的2次攻势都以失败告终。而在这2次战争中，先前与朱元璋一同被封的郭天旭、张天佑全部战死，朱元璋按序接任元帅。1356年3月，朱元璋趁援军主力与张士诚交战，亲自带兵分3路进攻吉庆，终于拿下了这个六朝古都，并将吉庆改名为应天府。朱元璋入城之后，对当地百姓说道：元政独扰，干戈风起，我来为扰民除乱，各地安堵如故，闲事无理用之，旧政不便除之，吏勿贪暴殃武民。当地民众大喜过望。入主应天的朱元璋完成了一次身份的转变，他从相对贫苦的安徽走了出来，来到了富庶的南京。而此时应天北侧为刘福通韩宋政权，东侧镇江则为元将定定与占据扬州的青衣军张明建，再向东走占据平江的张士诚，南侧宁国及徽州为元朝军队把持，西侧为起初起兵的徐寿辉天完所部。朱元璋所在的应天恰好就处在各路势力的中间，但由于其相对几股势力来说比较弱小，而且明面上他背靠韩宋刘福通政权，这就给了朱元璋进一步发展的机会。1356年7月，朱元璋在应天府自立吴国公。5年前他还只是皇觉寺的一个小和尚，如今已经成长为一方诸侯。这里面当然有乱世造英雄的成分，但更多是源于他本身所具备的超高素养。无论是大局观、
还是军事素质，亦或是权谋手段，都远远超过了他同时期的竞争者们。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朱元璋将面对他称帝之前最强的2个敌人，更加恢宏的战役正等待着他。在下期视频中，我们将主要讲述朱元璋如何击败陈友谅、张士诚，一统江南，建立大明政权。昭告天地皇之，立国大明，建元洪武。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喜欢，可以点赞加关注，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